考验？苏之飞有些疑惑地看着妈妈，不解地问妈，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杜海清认真道，叶晨今天过来，主要目的应该就是问你那个问题，看看你会不会借这个机会终止这次朝圣。苏之飞问他，那叶先生是打算考验我什么？考验我的心诚不诚吗？差不多吧。杜海清微微点了点头，解释道，叶晨的行事风格和他爸爸还是很像的。我虽然不了解叶晨，但我了解叶长英。叶长英与多数领导者不一样的是，他用人的首要前提不是看能力，也不是看出身，而是看品行。顿了顿，杜海清又道，在他眼里，一个人的能力再强，只要这个人的品行不端，他也不会深交，更不会放入自己的事业蓝图里。但是现在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一点，许多老板自己的出发点就不怀好意，他只想将对方的能力和价值榨取出来就随意丢弃，所以他们用人首先看能力，而不是看品行。但是这样的人往往也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是短时间内能够创造一定的价值，但两个不怀好意，都想着赢者全拿的人，怎么可能创造出共赢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一定是弊大于利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叶长英用人的首要前提就是品行过关。说到这里，杜海清又道，叶晨让何英秀软禁你们的爸爸，想必也是有所用意。苏守道只要能想通了，达到叶晨考验他的标准，叶晨就会给他自由。不信你们等着看，8号婚礼结束，他一定能恢复自由身。苏之飞惊讶地问妈，您的意思是叶先生有意用我？杜海清认真道，未必是他用你，也可能是你妹妹。苏之瑜点了点头，开口道，那等哥哥朝圣归来，就能回到苏氏集团工作了。没错。杜海清感叹一声，叶晨考验你哥哥，想来也是为了你，他的心思跟他爸一样，都很细。苏之飞沉默片刻，恍然大悟道，妈，我懂叶先生的意思了，他是想让我踏踏实实，心无旁骛地为之于分担，但前提是他得觉得我的品行已经较之前有了质变。如果我还是那个为了利益随时倒戈的人，他肯定不会让我染指苏家的业务。杜海清点头道，没错，就是这样，所以你也绝对不能再有任何其他心思，如果你再让他失望，他可能再也不会给你任何机会了。苏之飞不假思索地说道，妈您放心，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一心还想着继承苏家的我了。这段时间的朝圣让我明白，人活一世，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亲人失望，将来之余，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他不需要我，苏家的资产我也不争不抢，即便只是我自己账户里的钱，也足够我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了。杜海清见苏之飞说这番话是发自肺腑，欣慰地点了点头，对苏之瑜说道，之瑜，你作为苏家家主，将来就算叶晨允许你哥重回苏氏集团，让不让他回去也是由你说了算，这一点你可以完全自主考虑，妈不干涉。不过妈对你只有一个要求。苏之瑜忙道，妈您尽管说。杜海清认真道，家族企业重要岗位用自家人很正常，但你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要一碗水端平，不要因为知飞是你的亲哥哥，你就对他特殊照顾，他行就上，不行就下，切莫给其他人一种你说他行，他不行也行的感觉。苏之瑜重重点头，妈您放心，我记下了。下午3点，一架直飞港岛的航班在金陵机场起飞。思绪万千的刘曼琼坐在飞机上，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金陵，又不禁想起当初与叶晨在港岛相识的点点滴滴。今天偶然看到叶晨与蔡彩子走在一起，虽然让他心中短暂自卑，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心中对叶晨的浓浓爱意。现在的他只想着往后的时间能过得快一点，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金陵大学开学的那天，他甚至已经决定在开学之后就打电话给叶晨，告知他自己来金陵办事，约他出来见一面，等见面时再告诉他
自己已经入职金陵大学的消息。而刘曼琼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算叶晨知道后不高兴，甚至希望自己离开金陵，自己也不在意，自己也是第一次来这个世界体验生活，遇到喜欢的人，就是想离他近些，谁劝都不好使。就在他的飞机逐渐飞离金陵的时候，另一架飞机缓缓降落在了金陵机场的跑道。这架飞机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起飞，一路飞了10000公里抵达金陵，而飞机上的乘客便是已经在马达加斯加当上大地主的苏家老爷子苏成峰。他是收到了儿子苏守道的邀请，专程从马达加斯加赶过来参加婚礼的。得知儿子要与何英秀结婚，苏成峰第一个念头是惊讶，第二个念头则是欣慰。欣慰不是因为他对何英秀有多满意，主要是他这么多年来都不太看得惯儿子在杜海清面前的舔狗模样。谁都知道杜海清答应嫁给苏守道，是因为求叶长英而不得。当初他也很想阻止儿子与杜海清结婚，毕竟他也是要脸的人，也怕被人调侃自己儿子捡了别人不要的东西还当成宝。可是最终拗不过一门心思只想娶杜海清的苏守道，最终只能默许两人结婚。默许归默许，但老爷子的这块心结这么多年一直都没能解开。现在儿子终于和杜海清结束了20多年的婚姻，娶了那个一心一意爱他的何英秀。在老爷子眼里，这就是苏守道眼下最好的归宿。与一个不爱他的女人同床共枕了20多年，往后应当换一个爱他的人了。不过要深究起来，老爷子也觉得这件事并非十全十美。在他印象中，何英秀是个残疾人，这实在是有些拿不出手。苏家大少奶奶少一条胳膊，想想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眼下还不知道，经过重塑丹的再造，何英秀的断臂早已重生。飞机落地后，一路滑行来到机库。此时的机库内，苏守道与何英秀已经等候多时。毕竟是老爷子不远万里赶了过来，两人十分重视，所以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机场等候迎接。飞机缓缓滑入机库的时候，何英秀紧张的手都有些颤抖，这主要是因为他也不确定脾气强势、眼高于顶的苏老爷子究竟能否瞧得上自己这个未来儿媳妇。万一他对自己心存不满，下来就指鼻子骂自己配不上他的儿子，自己到时又该如何是好？苏守道发现了何英秀的紧张，便在他耳边低声道：“别担心，我跟老爷子打电话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老爷子没有表达过什么不满。”何英秀忐忑地说道：“老爷的性格我知道，喜怒不形于色，而且很喜欢突然发难，所以我怕他心里憋着一口气。”不会，苏守道微笑着安慰道：“老爷子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叱咤风云的老爷子了，他现在的心思都在养马上。我说咱俩要结婚，请他过来，他第一反应是先盘算时间。据说他买了一个马场，里面有几匹母马快临盆了，他不想错过小马驹出生。”何英秀这才算是稍稍松了口气，但没得到老爷子的当面肯定之前，他还是有些没底。这时步梯已经对接完毕，舱门打开，穿着短袖和大裤衩的苏成峰迈步从飞机上走了下来。他见到苏守道与何英秀，便面带微笑地在飞机上向两人招了招手，脚下的步伐也快了几分。苏守道见他微笑招手，便低声对何英秀说道：“你看，老爷子看起来心情不错。”说罢便已经主动迎了上去，恭敬地说道：“爸，您一路辛苦了。”苏成峰摆摆手，笑着说道：“不辛苦不辛苦，我这一路除了吃就是睡，有什么辛苦的？”何英秀此时也忐忑地走到苏成峰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道：“老爷您好。”苏成峰笑着说道：“你俩马上要办婚礼了，还叫什么老爷？再说我现在又不是苏家家主了，不用叫得这么生分。我比你爸爸年纪大些，你可以先叫我一声伯父，等婚礼当天再改口叫爸。”何英秀没想到老爷子现在竟然如此平易近人，悬着的心一下就放松许多。
苏守到这边也真正放下心来，指着身后的劳斯莱斯，对老爷子说道：“爸，咱们先去酒店吧。”吵！苏成风微微点了点头，而一旁的何英秀已经先一步替他拉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恭敬地说道：“苏伯伯，您请。”苏成风下意识应了一声，正要坐进车里，忽然发现何英秀竟然是双手做出请的姿势。他当时目瞪口呆，指着何英秀的右手，喃喃说道：“英秀，你的右手是怎么回事？”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